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白鹿获奖哽咽发言，轻舟已过万重山。网友，你怎么配用这句诗？白鹿原名白梦妍，是签约大导演于正旗下的艺人。这么多年，白鹿的热度一直居高不下。一方面可能来自于其精湛的演技，另一方面就是她的黑红史。不管怎么说，一直被业界嘲笑普女的白鹿，也算是逐渐熬出头了。白鹿提名2023爱奇艺尖叫女演员，也算是实至名归。从年初到年尾，白鹿用不同类型的作品展现出她的业务水平和塑造能力。在播剧《宁安如梦》和《以爱为营》都是白鹿大女主的剧本，颇受网友好评，热度也居高不下。白鹿引用了一句李白《早发白帝城》中两岸猿声啼不住，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后半句话，这句话在最近几年非常火，很多考研、考公、考编上岸的人都喜欢用这句话来形容自己成功的来之不易，这句话逐渐成为获胜者的宣言。但是有网友提出质疑，白鹿配得上是轻舟已过万重山吗？白鹿是网红出身，后签约于正旗下，一出道就是饰演或旋转的大女主，随后又是一部接一部的大女主的戏。换言之，白鹿是资源咖，完全是靠着于正全力捧，哪来的坎坷和险境呢？轻舟已过万重山这句话的本意是，人的一生中会遇到很多的挫折和苦难，但是只要我们足够坚强，保持乐观心态，奋勇向前，就一定能够拥有轻舟顺水、扬帆远行的畅意人生。白鹿在此情此景用到这句话，倒是勉强可以挂钩，并没有网友说的那么不堪。白鹿此前因言论遭受性别争议，一直被嘲笑是白男士。这些流言蜚语和谩骂对于一个演员来说，何尝不是挫折和苦难呢？白鹿走到今天并不容易，实际也是摆在那里的。归根到底，白鹿是演员，还是通过实际让那些黑子闭嘴巴？二，人美心善的白鹿，到底要忍到什么时候？一夜之间被黑得体无完肤。如今，明星们都难以避免的会经历一些负面的阶段。有的是由于自身问题，有的则是因为自己的成功触动了某人的利益而遭到故意诋毁。作为一位半路出道的演员，白鹿凭借着精湛的演技和大大咧咧的个性赢得了众多观众的喜爱，她的人生也如同一部让人愉快的电视剧女主角。然而，今年的她似乎一切都不顺利，尤其是最近2部由她主演的影视作品上映后，负面声音不断，一些人批评她的演技，另一些人则认为她的外貌不适合出演《绝世倾城》的女主角。白鹿选择了保持沉默来面对这些声音。95后小花白鹿目前遭受全网诟病，但她的真实情况究竟如何？她将在何时表达自己的看法呢？普通人的非凡梦想。白鹿的家庭背景与大多数人一样，成长在一个普通家庭，父亲是一名铁路工人，而母亲则负责照料他们的日常生活。尽管他的学习成绩从小就不好，但这个普通家庭却对他给予了极致的宠爱，父母从未逼迫过他。随着岁月的流逝，他逐渐沉迷于韩国偶像剧，同时对韩国生活充满了向往，将成为一名演员也成为了他的梦想。在和父母沟通后，他萌生了去韩国当练习生的想法。尽管父母财力有限，但他们全心全意支持女儿的梦想。在家人的陪伴下，白鹿参加了 SM 公司的选秀活动，但由于缺乏专业培训，最终并未如愿被选中。她虽然梦想破碎，却并未放弃登上舞台的渴望。由于学习成绩不理想，他在初中毕业后选择进入师范学校，最终获得了大专文凭。因此，他根本没有机会得到一些有门槛的好工作，最终只能依靠自己姣好的外貌，在一些网店做模特。
尽管收入并不丰厚，但通过另一种方式，她成功地实现了站上舞台的梦想，这也算是可以在聚光灯下展示自己。她开始了自己枯燥的模特生活，每天都在拍摄各种衣服。然而，正是这样的生活让她得以结识人生中的贵人。女主角在现实生活中面对了挑战。白鹿从一个普通的网店模特逐渐成长为如今的欢娱一姐，尽管没有强大的家庭背景，但她依靠自己的默默努力取得了成功。正是这样一个人得到了于正的力捧，开启了她充满喜剧元素的人生。她在担任模特期间拍摄了大量照片，并且当时的互联网也迅速发展，她经常会在网络上分享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可爱的视频。她也因此积累了一些粉丝，直到猫的树工作室某天发现了她的视频，他们认为她很适合扮演他们作品中的女主角，于是便联系了白鹿。白鹿听到消息后也是激动不已，立刻就表示同意了。接着，在猫的树工作室的帮助下，她拍摄了许多低成本的网络剧。由于她具有韩系的长相，皮肤白皙娇嫩，因此她出演的短剧在播放量方面也取得了极大成功，也因此赢得了许多粉丝的喜爱。不久之后，导演于正就注意到了她的作品，并对白鹿赞不绝口，称赞她是他心目中的理想女主角。他对白鹿非常青睐，甚至在她还只是一个小网红的时候就与她签订了为期5年的合同。随后，于正也全力支持白鹿，并投入了大量资源。因为白鹿并非专业出身，她的付出比其他人更加努力。她在早期作品中扮演一些小配角，以提升自己的表演技巧。半年后，于正为她量身定制了7部影视作品。直到在《凤求凰》中，她的表演虽然出场不多，但却打动了观众，使得她的演艺事业终于迎来了转机。随后，她抓住机会连续参演了多部作品，并受到了众多粉丝的喜爱。然而，人红是非多，随着名气的增加，她也面临着许多质疑。对成长过程中的质疑，《周生如故》一经播出，使白鹿成功跻身95后当红小花之列，同时也被公认为她演技的顶峰之作。她在剧中扮演的时宜角色，深深触动了观众的心弦，观众为她和师傅之间的情感线所感动不已。她的资源随着这部剧的走红而显著增加，这是不言而喻的。然而，伴随着她的凸显，也不可避免地引来了大众的质疑。参加跑男时，当被节目组问及冰箱内存放了什么时，白鹿顺口说出：“冰箱里有碗，对我们来说，这是司空见惯的。”然而，她却遭遇了其他嘉宾的讥讽和疑惑，他们都不理解冰箱里为什么会放着碗。白鹿曾在一次参与节目时，自豪地提到她的父亲是高铁建设的参与者，但这话引来了其他嘉宾鄙视的眼光。在参加品牌活动时，他不懂得高端酒局的礼仪，比如与他人共饮时没有将酒杯放低，在与他人隔空举杯时差点碰到旁边客人的头。就连在一次采访中，白鹿也自比为一个男孩子般的性格，并称自己在扮演角色时就像是一只小母狗，这番话也招致了广大网友的指责。随后，白鹿立即在社交平台上对自己的言论进行了道歉，然而并未赢得大众的谅解。在节目中，她频频大笑，甚至还被人截取成表情包，而她真实不做作的性格也吸引了一些忠实粉丝。她主演的2部剧播出后，网络上充斥着大量关于她的负面信息，但觉得那些都是无中生有。她之所以备受关注，主要是因为有人攻击她的外貌，称她是内地娱乐圈的4大普通女性之一，形象普通却出演了剧中的倾国倾城大美女。小编实在认为她的颜值并非一般人口中所谓的平凡，究竟需要具备何种容貌才能不被视为普通女孩呢？总而言之，我觉得这次白鹿受到了冤枉，
背后一定有人对他存心不良，否则也不会遭受如此强烈的抹黑。许多粉丝为此感到愤慨。然而，白鹿至今仍未采取任何行动，只是专注于自己的事业，好像这些与他毫无关系。也许是因为他现在的能力还不足吧。如今他正处于卧薪尝胆的阶段，一旦他的地位达到一定高度，也许就不再需要忍耐，也不会有人对他出手了。希望他能不断进步，期待他创作更多优秀的作品。